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，为你提供专业的交易技术、交易心理以及交易员生活相关的内容。本期视频我们来讲解 OB 订单块。首先，什么是 OB 订单块 ？OB 是 Order Block 的缩写，也就是订单块的英文。它是用来描述在 K 线图表上留下的一种潜在的建仓痕迹。订单块有看涨的和看空的。当价格产生了迅猛的上涨和位移之后，定位到价格上涨之前，最后一根或几根连续的阴线就构成了潜在的看涨订单块，也就是看涨 OB。与之相对的，当价格迅速的下跌之后，定位到价格下跌之前，最后一根或几根连续的阳线就构成了潜在的看跌订单块，也就是看空 OB。为什么说是潜在的呢？因为它是否构成看涨或看跌订单块，还是要看价格再次回到它时是否有相应的价格反应和行为。来看这个例子，价格进行了第一波上涨，我们已经标注出来上涨之前的阴线就是潜在的看涨 OB。随后等价格回来时，看涨的 OB 得到确认，继续进行了第二波上涨。注意，第二波上涨之后，同样有了一个潜在的看涨 OB， 你可以暂停视频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OK， 我们继续，红圈这里就是潜在的看涨 OB， 我们把它标注出来。等价格再回到这个 OB 后，企稳进行了第三波大幅度的上涨。注意观察价格回到这个 OB 时的反应，非常的精准。你或许有疑问，订单块它为什么有效？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品种的价格都不是由散户定义的，而是由机构、银行、做市商、market maker 等等大型玩家进行推动的。当大型玩家想要吃上一波上涨的利润，他们就需要筹码，所以他们一般会先让价格下跌。当散户看到价格下跌时，就会恐慌，把手里的筹码卖出来或者进行做空。这里也对应了之前讲过的流动性概念。这时大鲸鱼大玩家入场，把已经恐慌的散户们卖出的筹码全部买入，随后让价格上涨。涨了一段之后，等价格慢慢回落到散户们卖出筹码的位置时，也就是我们的看涨订单块的位置，在前一波上涨途中追涨的散户看到下跌还是会恐慌，就会把筹码卖出。同时之前看到下跌就先做空的散户，还没有爆仓的，回到了开仓价，也会赶紧把空单平仓。这里大鲸鱼再次入场，把这些散户恐慌的筹码全部吃掉，确保价格跌不下去。这也是 Order Block 订单块也被称为订单墙的原因。你可以想象，大机构为了吃掉更多的筹码，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仓位，在建仓的位置挂上了很多明面上的和隐藏的订单，这些订单构成了一堵墙，让价格无法跌下去。等价格再次大幅度上涨，越涨越高，涨到散户终于按耐不住去追高买入的时候，大玩家再把筹码都悄悄地还给散户，在某个建仓的位置挂满了卖出的订单，价格怎么涨也涨不上去，一碰到就开始下跌，这样就形成了看跌的订单块。最后我们来看两个在实际 K 线中的例子。首先是标普500指数1小时周期，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了，同时出现了看涨的结构，也就是低点不再创新低，但是高点创出了更高的高点，画出这个潜在的看涨订单块。注意，连续的几根阴线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订单块，因为它们在更高的时间级别上就是一根 K 线。我们看到价格在来到了这个潜在的看涨 OB 之后，立刻就收回去了。同时，如果画出我们之前就讲过的斐波那契，摆动低点到摆动高点，价格是跌到了 OTE 区域最佳入场位置。所以我们在更小的时间级别里，等它来到了 OTE 区域，并且触碰到了 OB 并收回，就立刻入场做多。止损放在 OB 以外，止盈放在前高的位置。最终就可以收获一笔盈亏比接近4:1的交易。第二天我们继续观察，
价格再次大幅度上涨。价格在上涨之前留下了一个潜在的看涨 OB， 把它标注出来，耐心等待，等价格回来，有了价格反应，收回之后继续入场做多。同样的，止损放在 OB 以外。这笔单子如果一直拿到现在，就可以收获一笔盈亏比9:1的交易。因为标普500目前是创了历史新高，不确定可以涨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推止损，让利润继续奔跑。再来看一个做空的例子，最近美股都涨得不错，做空只能看数字货币。这是 ORDI， 价格先上涨，随后又迅速下跌，并且上涨的这一波是猎取了前面几个高点的流动性，所以把迅速下跌前最后的阳线标注出来，它就是潜在的看空订单块。等价格触碰了订单块并收回之后，我们入场做空。止损放在订单块以外，止盈放在前低点，甚至可以拉得更远一些，因为数字货币涨跌都会比较疯狂。最终成功并且迅速的止盈。OK， 以上就是 ICT 基础之 OB 订单块的讲解，相信一定会对你的交易有帮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